他们在讲起来的时候，都为自己曾经做过读中生而感到自豪。这不是政府资助，都是我们的华人一分一毛自己赚下来的这些。求求你啦！我们学校我能给我啊，爱国给好些波瑞哦。当老师不容易，当初中老师更是不容易。一个人是在做读中英文老师，另外一个人他是开了一个卖猪肉粉的档口。你觉得谁会挣钱比较多 ？Really? Yeah, really. 邓老师非常感谢接受我的采访。因为我一直觉得读中在大马是一个非常非常受到重视的一个话题，我也想了解更多。读中老师现在有没有会面临师资不足的问题呢？那当然，比以前更严重吗？那因为我已经好几年不在那边，听说嘛，我就不清楚了。也是会，也是有时候真的很累我常常捧着作文睡着，因为我们要改作文啦，那你学生很多，那作文呢改到当我在教学的日子，作文永远是在我床边，我每一天都是改到睡着为止。因为我每一个字去跟你看跟你改，可是学生够没良心的都没有看的。我觉得这个话题也很有意思，因为您刚有告诉我说，也正是因为在读中的工作太辛苦了，你权衡之下要割爱去照顾家庭。读中的老师非常辛苦嘛？我先告诉你，在中国老师也是很辛苦。就哪怕是在小学那个老师他到10点钟都有可能在给你发消息。不过老师有个好处呢，就是在中国每年大概有3到4个月的假期。就我家里也有做教育的朋友，他会我觉得他休息的时候还是可以有很多时间跟家人相处。可是他3、4个月说不需要培训吗？这是个好问题。我觉得他可能会要比学生要找不少时间去回到学校做一些各种各样的事情。你们的工作状态是非常忙吗？你可以跟我形容一下吗？你想，我们语言老师在我曾经有一个班67位同学在一个班，一个班67位你要带几个班呢？你幸运的话3个班，不幸的话4个班。哇，一个班7节，一节40分钟一周。你进去喊破的后，你如果有过动儿的时候，你自己喊的那天，你就用你最美丽的眼神这样子看着。我说那时候我们多么的可是后来现在好了，现在40多位现在有改变，这是好事但是工作量是蛮大的如果高中，你想高中他一边作文写250个字以上，一年10篇，一个学生写10篇是10篇那个作文，然后作文是我们由头看到尾，我全部跟你改过，然后你回去再澄清，你 do correction还有其他的方面的呢，还有备课呢，还要写其他的文案的一些，然后我们出考题呢，一年你会考多少次？考了你要改呢，改了你要发了你要登记，但是一些都是。我觉得单是这些就会很累了。有这么多学生因为学生对自己学术的学校给他们学术要求很高，这样老师的工作量也会很高而且你要带这么多的学生。然后我看他进度怎么样，然后我们还有家长日，我们可以讨论，然后。这个比起其他这个国民型的，对，会要大很多吗？压力？对。国中老师其实呢，工作量国中老师他们的工作量是什么？是那些 paperwork， 就是对政府的那些聊一下。但我听他们说，只是很多那些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因为我没有当过国中老师可是国中老师是实际上的那些工作，就是很多所以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其实读中老师不容易。读中老师付出的，我们是实实在在的给予学生的教学。那我就那天到我的之前服务的学校去的时候，有一位朋友，我跟他打招呼，他没有给我反应。我说：“喂，你还活着吗？”说你怎么了？我上了7节课，你觉得我还会说话吗？他这样子哇，我想7节课不简单呢，一堂课40分钟，他上数学的，要说7堂课，你说？而且7堂课，我觉得只是7个45分钟或者50分钟的工，回去以后，我觉得他面对你7堂课讲下来真的很伤的。我觉得他回去的，他可能只是冰山上的一角，因为回去要面对学生的各种作业反馈。那是更要多的多他很累的，他样子整个好像那个话我想的整个是他说我没有力量，他这个样子其实是很可怜我能够理解，因为我时候上4堂的话，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要专注，
我这里要脑要想，我眼睛要看，我看到反应，我这里要写，这里要动。其实大家不要以为那老师在演讲，在说的很过瘾，就是他哒，正在转这的。哦，您觉得像现在读中啊，面临像老师的压力很大啊，师资招老师很困难，然后这个老师整个学校又面临了很多像华文教育被削减啊这样的问题，还会再碰到一些什么比较大的问题吗？还好啦，我还没有想到呢。那你理想中的读中的样子是什么样？其实我想您刚开始工作应该就会想吧 ，OK， 最这个完美世界中的读中，哪有完美的世界？拜托，我觉得比如说嘛，现在我很高兴的是，学生人数已经开始缩减了。这个我们觉得40个人是很不错的，因为从前我们那时候是60，现在40，不错。然后呢，我觉得应该是让师资方面呢有点培训，然后呢要对老师的待遇要好一点。因为呢，读中老师常被人家看不起。我这个方便了解吗？一般的读中老师他在不同的资深程度下，大概收入会是怎样？我真的忘记现在他们有改变多少。但是呢，你看他们会觉得当老师是一个没有什么出息的但是我们的文凭，我们也是大学，有些是研究生毕业的但是他们都是必须要有一些，如果他要更好的待遇，他必须要在课后还要去兼家教。有些是拿了经验了之后呢，他还要去兼家教，来让他自己更好的生活待遇，要不然他真的是不行。你想想，他已经够忙了，他还要去兼家教。with all due respect， 但我想了解我们假设来比较，一个人是在做读中英文老师，另外一个人他是开了一个卖猪肉粉的档口，你觉得谁会挣钱比较多？当然是猪肉粉那个Really? Yeah, really. You do the things that 你不要以为说读中，其实所以说读中老师，人家嘴巴说你就好了，当老师假期那么多，我心想，但是你没有羡慕我的薪水呀，因为我薪水一定不多但是我不揭穿人家。讲到所以真没有这个就是说，社会没有把老师给看重。请问一下，学生你们没有看重我，学生怎么会把我们看在那个 stage 呢？我觉得一个社会两种人他们的状况和薪水会体现的很重要，一个是医生治疗人的身体，另外一个就是老师哺育人的心灵，就是。所以为什么我必须要自己尊重我自己？因为我不能够为了我的薪水而看不起我自己，因为我觉得我救了很多人没错。所以我们自己老师辅导自己。你如果因为薪水来衡量我的能力，forget it， 你不跟我同一艘船，你给我滚开。是，我觉得老师自己如果很在意薪水，恐怕他也不会坚持下去。事实上，老师也必须生活，这一点我们必须要。也对所以老师的待遇其实应该要提升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在课后还是必须在做。我们两个都是对着电脑的嘛，课后以前我们两个当老师的时候都忙，然后假期的时候那一叠工作，假期要放假前一天一大包都是做完捧回家，哒。对，而且我大概看过尊孔的我觉得他们的学费大概只有国际学校的1/10。你觉得他还有没有涨费的空间现在我们的学费，中华的是700多。多少？700。才700多。你看他放个财那边，这用因为你说一个学期700。对不起，是一个学期吗？一个月。一个月，那到10月好像。但是你知道，这也只有国际学校的1/10你到去中华，我带你去。有你去我就星星。告诉我任何方法可以帮忙中华的老师提高薪水，我觉得我们都要去努力一下。所以真的有很多老师做到，所以为什么常常每一年呢都有换多不个老师？因为他们真的是，因为有些老师他真的要养家的，要养家。没错，可以理解。但是人家付出的时间一样是那么多，他们学的也是那么多，不要看不起老师，他们的专业是在那边的你想我现在的网课，我的网课呢，可以跟我在那边的教学是差不多的，我又何必去那边这么痛苦呢？但是事实上，你问我想念教学吗？我想念的。说真的，我很爱教学。
我很爱那群小屁孩的啊！我看到不是，我想到我先生说不要好吗？你太吃力的。是，如果你们两个都这么吃力的话，我确实相信孩子就生气说妈妈你不要照顾好几百个小孩，结果自己的对，加上就是因为我孩子说妈妈，就是我孩子在辅导处哭，他说我很喜啊，念妈妈。我很想在回到家看到我妈妈在门口摇手那一刻，我马上第二天辞职生活回家。哎呦，我不要，因为都快讲到我的泪点了。因为我觉得我的家更需要我，所以我跟家长说不要，我要回家了。我家里，因为我回去学校教书的时候我就忽略了，所以孩子就觉得没有，我要陪我妈回家了。哎呀，好了，我们再讲一个轻松一些的话题哦，就是你觉得？有可爱的一面呢，我也红了眼睛。我很想跟你聊一个有趣的话题，因为我有很多我身边的华人朋友嘛，他们那时候都是念读中的，他们有告诉我说，他们念了读中，然后出去到台湾去念大学，这每一个文凭都是不被大马政府承认的，是真的是这样吗？是啊，可是你的朋友活过来吗？活得还挺好吧。我没有政府的资助，我一样活着一个春天。I can live without you. See, forget it. OK， 我身上可能有一些中国人的想法啊，中国人会觉得说你一定要读书，并且要拿到文凭才能够证明你怎样。哎，那像我先了解事实哈，就真的是，比方说你们的文凭会写什么？就写小华小吗？我们的还有呢，就是这个统考文凭是不受政府承认的。这个坊间一直在闹说，我们希望政府承认统考，其实他也很为难呐，就忘了他吧。那我觉得政府承不承认，最大的关键是读中生，如果政府不受政府承认的话，这群读中生没有办法进国内大学。所以要成为读中生，你就要预算自己没有办法进国内大学。Forget it， 你要你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Forget it， 你要当读中生，你就不要进国内大学。不要担心，你考好你成绩，国外许多大学要你，你只要拿奖学金就好了，孩子。所以您当时走的就是这条路。对，您让小孩子念，我拿侨生全免，我没有花家里一分钱。所以读书好嘛？你看，其实但是这个世界是公平，没有什么东西都是可以。您的小孩，您让他也是念读中吗？我的孩子都是读中生。讲到这个，我也很感兴趣。就我也有过这个问题，就读中的孩子，他们念完以后啊，然后进入大学，通常他们未来从事的工作啊，在社会上发挥的作用啊，会是怎样？和其他会有些什么不同吗？一般上呢，读中生他们都会有继续升学的，一般上都会继续升学，没有在意你承不承认我只是刚才说我没有办法在国内念国内大学，但是国内的其他私立大学都接受我们啊。你只要有只要你有钱，还有你成绩好的话，你许多的国内私立大学也会给你奖学金的。所以没有问题，不担心啊，孩子哈。就我自己观察到，我发现读中生呢，有一个不知道可能是间接的特点，就他们在讲起来的时候，都为自己曾经做过读中生而感到自豪。他会说：“你看我们放假的时候都会拿着一个募捐箱啊，到处去敲门，我也乐意。学校开停车场啊，我也会帮着去打理啊。”所以呢，我觉得读中生应该会有一个爱校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我常跟学生说，记得没有需要花那个电的时候，请你们关一下电。请你们爱一下校园，因为我们的校园都是我们的爱华教的人士舍出他们的第二的所得税来付给我们的所以呢说爱你们的学校他们不相信，我说是的，这不是政府资助，都是我们的华人一分一毛自己攒下来的这些这样子，所以我们老师有这个必要灌输这个观念给孩子，知道说请爱护你的校园。那这些学生呢，尤其是我觉得雪龙八读中的还好，其他北马南马的每一年都要出去募款。像我本身也是我很幸运，我只是募款过一次我们学校在建校的时候，那时候要我们募款说没有办法了，我也去到处去募款但是
那时候第一次我们还是学不同的语言啊，学讲福建话啊，然后一些福建话，就请你啦，帮帮我啦，这样子啊，真的我们还拿冠军啊，谢谢的老师带队这样子，很开心。这应该是个很有趣的故事啊！您当时也参加了一次，对，你是怎么拿到冠军的？那把嘴巴要说，然后求求你啦！我们学校我人嘅學校啊，愛國旗頭寫無類哦，安怎好？我別曉講福建話。你這麼講，我到時候做不了字幕誒，我完全聽不懂。可是很開心，我覺得當你真的很那個感覺，現在很想起那件事很久很久以前了。可是禮拜天我們穿着校服，那時候我覺得很丟臉。禮拜天人家都沒有穿校服，讓我一個人做校服。可是那個感覺現在回想，所以我才會回去當老師。所以我的老校長離開的時候，我特別不捨不得，特別難過。這個會讓我種下對這個學校的一些感情。而且你剛講的跟我講的那個故事，我覺得也可以驗證讀中生特別會自豪。就是你說你即便去台灣讀書，大學快要畢業的時候，只是校長一個召喚，你就我假期回來，他就說：“喂，記得啊，記得什麼？我叫你回來教我。”我說：“哈，你說我都還沒畢業，我都有工作的，那感覺也蠻自豪的。就叫你記得回來再去報效讀中，這一幹就是佔了你幾乎的很長的職業生涯，這樣子。哇！我們不過真的是，不過我覺得讀中老師，我最希望是說，如果可以的話，你看呢，國中生他們國中有師資培訓，有就是我就是在台灣有收師範大學的，可是讀中老師沒有師資培訓的這門管道。你問他，你去問學生你要當老師嗎？他肯定不要。現在嗎？你是去問，當老師不容易，當讀中老師更是不容易。对了，大马生活家就是我小光头和家人生活在大马的实录。我们希望带给你生活在异乡的勇气。我的频道风格有点多样，思考相对深入，表现稍显生动，制作就算经典。希望你喜欢，帮我一起按赞、分享、订阅，我们一起打败一个不算。谢谢。